我们刚刚从因后分回来，说一下这个具体沟通的最后的结果。最后沟通的结果就是，我们希望他们能把这事儿出了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就是以免他们的员工在将来在基于同样的事情，再让客户产生一些不好的感受。然后这对面的那位女士呢，她也说赞同这个观点。从上次回来等了大概一周吧，我们等这个结果，可是一直都没来消息。然后我一想这事儿咱不能这么过去啊，就给他们写了一封信，就把这个事情又描述了一下，然后同时附上照片。有人提醒咱们是不是这个有没有证据，当时我们拍照片了，把这个美丽的老年女士照片放在上面，我说就是她。发完这封信之后啊，当时是没一两天吧，我就收到回信了。就是今天我们见的这位女士给我们回的信，她是高层的助理。她给我回信说的是，首先对您这个不好的感受提出道歉，但是呢，对于我们企业来说，我们倾听不同方向来的声音，这也很重要的啊。但是我们企业呢，这个是国际化的公司，我们从来不会去歧视客户因为肤色、宗教的原因，这个是不会的，这个不是我们的这个方式。但是在这个结果出来之前呢，希望您能继续耐心的等待。这没几天的时间就来了第二封信。那么从工作角度来说，这一定就相当于派工单，大家也都能知道。就是我把这个信投出去之后，这个信到了这个助理的手，助理呢又把这个东西转给了销售经理的手，就是向下传达，你现在有人投诉你们部门，你来处理这事儿。那么看这个销售经理是怎么回答的，信在这儿列着了。他的说法是因为这个老年女士，她的年龄太大了，而且她在这儿已经工作了半辈子了。所以呢，她从来都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她也不会说对客户就是不搭不理呀。那么我猜想一下，当时可能是有一个误会，她可能正在电脑前面忙着工单呐，什么事儿就没有注意到这完全就是一个误会。就是说他以感性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的解决方式。我给他们一起回的信。那么这个信我是怎么回的呢？我把这两个人的信放在了一起，基于他们每说一句话，我给他们做了一个回答，我的想法。最后总的把这封信合起来的这封回答的信分别发给了助理和这个销售经理，就是说这件事儿是透明的，大家都应该能看见。那我对那个今天这位女士，就是她的那封信，我是很赞赏的，她的这个处理事情角度。但是对这个经理，我是不认同的。然后我下边也给回复了。上一期视频当中，很多人会给我一些建议啊，说去直接开骂。就是首先，我们无论在哪，是哪个城市也好，还是哪个国家也好，你肯定要用当地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说以你自己的随性去解决问题。德国的方式呢，就是正常的沟通，这也是我们一贯的方式。无论我们在国内也好，还是在国外也好啊，遇到问题我们都是该怎么沟通怎么沟通解决就好了，我们不会有什么过激的行为。还有的人啊，建议我直接坐地儿开始哭，做不出来，真不行。我在哪儿我都做不出来。大家也知道我们两个是东北人，就是我媳妇儿跟我们俩已经10多年了。如果她要是哭的话，那我就已经受不了了。10多年了，我都没舍得让我媳妇儿哭，他们让我媳妇儿哭，那这事儿就没完了。再带个孩子坐地哭，这事儿真没完了。我跟你说，我读这封这个留言的时候，当时第一时间我脑袋里边出画面了，我马上就觉得都呼吸都急促了。就是我俩都不是那种好战的人，就是比较讲理吧，该说啥说啥，有事儿就说事儿呗。我看留言很多人说为什么不直接找那个女的跟她破口大骂，或者质问她啊？其实这个东西我想过，当时2遍哈喽说哈喽的时候，然后他不理嘛，我想过这个问题，然后但朵爸就跟我说你不要再跟他过多说，因为我想想也对，其实你或者怎么样原因啊，就是不跟你说话，你见面夸夸夸敲他桌子，哎，我在跟你说哈喽呢，你跟他说的话，他也会不好态度。那你难道以一个不好态度去购买东西吗？就是有很多人在下面留言说，建议我们当时为什么不找那女人让她当面给我们道歉？我当时就是这么想，她的道歉其实是施舍来的，
我们不要他施舍的道歉，那怎么能变成施舍？那就是我如果当时拽这个经理去找这个人，首先他能承认他是种族主义者吗？他不可能承认，他一定会找各种理由说，哎呀，当时不知道啊，没看见呢。那无论如何，你在我这边享到福，还给你们欺这样，那我得说声道歉是吧？啊，道个歉。然后呢，这个经理就说，你看这事儿解决完了吧？你们没啥挑了吧？那我们呢，是不是也嘻哈？哎呀，太好了，真开心，我们手拉手走了。然后回头人家和那经理一起手拉手对着我们背影在那骂背那个骂人宝典。所以这种道歉是相当于施舍来的。我不希望他们这么样来糊弄我，我也不希望他们来施舍我这么一个道歉。我也不是小贩子。说到这块已经这么，我知道网上现在有很多人骂我，这也是这么大数头是有这么多人骂我。腰杆子不直，谄媚，这件事呢，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你们当时是从侧面角度看，你们是看不到正面的。我来从正面给大家描述一下当时是什么情况。当我说出你们的员工是有种族主义的时候，当时对面的那个经理他的表情很快的是这样，先翻了一下白眼儿，然后同时吸一口气，把脑袋低下，摇头，然后再深呼吸一口气，然后说我们的女同事啊可不是那样的，哒哒哒哒，就说了很多。但是咱翻回头来，你们可能不理解，我再把这个东西给你们翻一下，用咱们能理解的语言，就是翻了一下白眼儿，哎呦我去，今天出门我也看黄了，今天也不是特殊日子，怎么就让我添上这么一跌？他到了给我整个部门都扣这个大帽子，那这事我怎么解决？支付我的工资是不是够我处理这件事的？哎呦我去，今天可真是。那我这事呢，坐在这个站在单位的角度上，我还必须得反驳这样，我不能承认我单位就是这样啊，那事儿就大了。所以他深呼吸了一口气，说：“我跟你说，我们女同事可不是这样的，她不是种族主义者，但是她只说出了我们的女同事，后边话她没说出来。因为在这个时候，我看到表情我就知道她要干什么。虽然我德语不好，我是塑料德语，我这德语塑料的，但是人我能看懂。当他说出我们同事时，我就已经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了。于是我过去把他手握住了，我说：你别道歉，你千万别道歉。”他想说话声音大过我把这事儿说出来，但是我一直我说话，我说你别道歉，这事儿比他声音还大，就导致他这句话从始到终他没说出来。这就像是你在擦鼻的时候，纸也准备好了，鼻涕已经都到纸上了，当你想扔的时候，这时候过来一人从对面把这个怼回去了，这个是很难受的。如果从话术角度，这是很难受的。那么接下来我说的是，我现在和将来都会持续在你这儿买，因为这一个女员工她不能代表你们整个企业。这是一种话术，这是告诉他如果说我是这经理，我都会向着女同事说话，因为我如果承认我单位，我承认我单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相当于我单位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对吧？对呀，我都得替我同事说话。但是通过我当时说的是，这个女同事不能代表你们整个单位，就一下就把她拽到我的位置了，把那女同事孤立出去。那么现在这个选择题给对面的选择题就是，你到底站在单位企业还有这个客户的这个角度，还是站在一个有种族歧视嫌疑的女同事的角度，你到底站哪一边？那么那个人他咋回答的？他只回答一句：哎，对呀，你说的对。这是一种话术。而且就是这个经理，因为他们这块分楼层嘛，1楼层、2楼层、3楼层，他是每个楼层有每个楼层经理，跟咱们上次谈的那个就是咱们买桌子那个楼层是3楼的楼层经理，而并不是那个老太太所在楼层，那个老太太所在楼层是2楼，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见到2层的负责那个区域的经理，而只见到3层。其实这是那个服务台那个人整误会了，给我们找错了的这个部门经理过来。当时有一段我们没在网上给你们放那个你们也不知道。当时我们到楼上选桌的时候，然后顺便我们就把手机拿了，说当时就是这个女同事这样的，然后那楼层经理就是过来，马上眼睛放得很大，就是看了一下，然后瞬间我明显感觉他是往出出了很大的一口气，就是整个肩膀向下塌了一下，就表示一下放松了。哎呦我去，不是我们的事儿不是他的事儿。然后这下别的部门可能有麻烦了，跟我没关呢。这段没给大家放。还有就是后来我说我要你们最终一个处理结果要告诉我，这段的视频也没在上面放，但是我在结尾说话我们说过这事儿。还有说
说那个这个事其实并不大，为什么要靠到种族主义和纳粹上？这个德国就是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歧视人的方式，比如说你在漂亮国的时候，那边就直接就上来打那样了，那时候你抓得着了，那才是最可怕的。那像这边呢，这边的人风格是，如果鄙视你，我就当做你不存在，我就当看不见也听不见，我就鄙视你。对你们可能不太理解，但这边人就是这样，就是最高的就是鄙视你了。所以我确定当天那个人他就是在这样，他就是在种族歧视。然后说为什么要靠纳粹人？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就是有一些是在德国有生活经历的。最近网上非常流行一些词、一些事儿什么的，他的这种行为，其实你可以在无形当中能听到那个声音，就是 Ausländer aus， 这是很过分的。其实，当然后边的话，我也不再说这个纳粹的事儿，像你们提的建议，我也虚心接受，的确是。但是种族歧视这事儿跑不了。那么，如果你在外边在海外的时候，你要被种族歧视了，你一定要是把这事怼回去。即使你能力不够的时候，你也试着怼。如果说就是语言能力一点都不行，然后又不想动手，那你就拿自己的语言骂吧，即使他们听不懂，你来个解气。就是说，虽然我们俩的德语都不咋地，但是我觉得是敢于去做某些事情，尽我们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做某些事情。有的那个留言啊，还说你要打哈喽，这是没礼貌的行为，那人肯定不理你。这种打招呼是遍地都是这样打招呼。我还有人让我用那个对不起来打招呼。首先，对不起这个词儿啊，用在是人家正在互相忙的时候，比如两个人正在交流，然后你过去掺一句嘴，然后这叫对不起，我有个问题或怎么样，你可以这么跟他说。而正常的打招呼，他就是哈喽。还有人让我拿英文 excuse me 去打招呼，我这无语。这边也是有事儿你说事儿就行了，那个你要打扰别人，你就正常说 hello， 插一句也就是这样。不用先见面就说道歉，这边他们会懵的。那个是中国人，咱们中国人那边的习惯，不是这边的习惯。今天女士说，她也可以把这个事儿反映给高层，那这事儿就变大了呗。然后咱们再回想整个过程啊，一个女的，她种族主义，然后她就不为我们服务。接下来呢，现在别的部门也知道了，别的楼层也知道了，然后现在绕了一大圈。高层也会知道这件事儿，连他的领导也跟着一起背锅。今天我们说了，我们将来再也不来了，因为你们的这个经理他处理问题很不专业。这样会让这事儿变得更不好，将来也会出问题。那么现在经理也摊事儿了，这个大家都很不开心。那既然因为这么一个人他的行为让大家都很不开心，那我们就开心了。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处理方法。就是还是有事不要冲动，因为冲动不适合我们。我不能说大家的那个处理方式不对，就是每个人有处理问题的不同方式。你们那些情况其实这有些时候也是对的。我们这时候也不是说就是全错或者全对，就是给大家一个参考。那咱下期再见了，拜拜。